上回书说到，草帽一伙来到了奇妙小岛长脸岛，这里不仅植物是瘦瘦长长的，动物也是又瘦又长的样子。路飞等人结识了小岛土著白胡子老大爷。这时，一个不速之客登陆小岛，他就是以抢人和无赖而臭名昭著的银狐福克西。福克西主动向路飞一伙发出挑战，好胜的路飞一口答应。海底圈里著名的抢人游戏三强争霸赛开始。比赛开始前，主办方福克西海贼团要求草帽团填写比赛人员的出场顺序表，并一再强调一个人只能出赛2场，一旦确认了出场顺序就不能改变了。索隆献计表格上面写着3轮比赛的内容，分别是皮划艇、球技和团体战，其中赛艇参赛人数不限，球技要求3人，团体战5人。经过慎重的商议，第一场皮划艇比赛，草帽团决定全员参加；第2轮球技由索隆、山治、乔巴参加；第3回合团体战由路飞、乌索普、娜美、罗宾4人参加。虽然规定是5人，但路飞自信地认为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胜任2个人的位置。比赛还没开始，福克西就已经开始琢磨该夺走草帽团哪个成员了，可谓是势在必得，对自己的游戏实力充满自信。皮划艇比赛首先面临的难关是没有皮划艇，需要自行制造，材料只能从2只木桨和3只空木桶中取得，要是使用了其他材料，立即会被取消比赛资格。这里就全靠船工的本事了，3个空桶能制作出来的船艇，最大承载量估计也就是只有3个人。于是草帽团将队伍分成3组，各自取得材料，开始着手制作船艇。皮划艇比赛的路线是绕长脸岛1周，看上去容易，实际上很难航行，一旦沉没，此组就算出局。另外，枪、大炮、炸弹、匕首等武器不限使用，所以皮划艇比赛又称为暴力赛艇。没有成功的草帽团做这种手工活难度很大，众人紧赶慢赶，终于在比赛开始前赶制出了3艘船艇。双方首发阵容已经确定，福克西队的首发成员有团队的颜值担当，风骚中带着可爱的波尔奇、绿皮鱼人族、长比哥以及脆脆鲨。草帽团的首发成员是娜美、罗宾、乌索普。第1轮比赛3人就备受打击，对方连鲨鱼都搬出来了，这还怎么玩？另外阵容的2组、3组相继登场，一组比一组奇葩。更奇葩的是，福克西队伍还有1艘巨型航母，由3个巨大的水桶拼接而成，太赖皮了。怪不得福克西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，这么玩还愁不赢。主持人向所有参赛人员分发永久指针，特别嘱咐要小心，不要离岛太远，千万别迷路了呀。娜美懵了，不就是绕岛1圈吗？进了小岛边缘就行了，这还能迷路？这话说的简单，可是事有蹊跷。福克西队伍除了那艘航母，其他的船全部调转船头指向外线，不知道又在搞什么把戏。乌索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大声提醒同伴，比赛开始后向岛的外侧跑，千万不要贴着海岸线。枪声响起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福克西队伍的所有船都拼了命的向外面划桨，只有那艘巨型航母一动不动。路飞等人正疑惑，航母缓缓降下舱门，让我来告诉你们这艘船存在的理由吧。原来这艘航母根本不是来参赛的，而是作为辅助位等在起点。航母里面装满了水，舱门打开的瞬间，大量的海水急速涌出，立即卷起巨浪，将草帽团的3组人员冲散。不仅如此，随着涌出的海水一起飘出来的还有几十个木桶，每个木桶里都装着大量的炸药，受到碰撞后马上就会发生大爆炸。可是炸药水桶随着海流分散在4周，路飞等人动也不敢动，这样下去岂不是等着输？索隆想到一个办法，既然不能触碰水桶，用风将它们吹散就可以了。索隆抓起一根船桨，快速旋转，船桨化身电风扇，掀起一阵飓风，将所有的炸药水桶都吹回了木头号航母。一阵阵爆炸之后，航母被炸成了碎片。草帽团趁机乘上爆炸造成的海浪，很快就追上了遥遥领先的福克西小队。女福克西波尔奇见自己的优势受到威胁，立即派出小弟们断后阻击。在与草帽团展开比赛之前，福克西小队已经把草帽团的情况查了个遍，包括每个人的优缺点。他们投其所好，利用美食、美女、美酒、糖果招待草帽团。赛艇比赛突然变成海上露营，只有娜美小组比较清醒，却惨遭敌方的鱼人族长鼻哥的攻击，船艇被打残，眼看就要输了。甚至感知到了女士们的呼唤，从温柔乡里苏醒过来，乘上路飞赶去救援。索隆和乔巴紧随其后，一番混战之后，索隆打出了一波极限1换1，砍了对方1艘船之后，把自己的船给卖了，与乔巴一起双双落水，惨遭淘汰。娜美小队也状态贫乏，乌索普的贝壳套装留在了梅利号上，唯一的动力全靠罗宾手动划桨。这时，路飞和山治从后面飞速追了上来，不过因为接触海水，路飞很快就不中了。现在的局面是娜美小队3人和山治小队 1.5 人与波尔奇小队2人一鲨鱼对峙，双正准备展开殊死搏斗。主持广播提醒，前方到站，比赛航路最艰难地带长珊瑚礁地带，紧挨着长珊瑚礁的是长夹角，这附近的海域隐藏着漩涡，想平安度过不仅需要技术，更需要运气。波尔奇小队一路领先，准备在长珊瑚礁地带甩掉草帽团。
通过观察，娜美发现每个长珊瑚的下面都有一道道漩涡。凭着直觉和经验，娜美认为长珊瑚礁地带的海流有门道，绝不能贸然前进。于是故意放慢速度，让布尔奇小队去探路。果不其然，布尔奇小队刚进入珊瑚礁海域，转了一圈之后就遇到了逆流，被漩涡给冲了回来。娜美发现了其中的窍门，吩咐乌索普和罗宾加速，并让山治紧紧跟在自己的后面。娜美小队与布尔奇小队拉开距离，分别由东西两个方向进入长珊瑚礁海域。福克西在岸边等候多时，见草帽团提了速，立即出手加以阻挠，向纳美小队正前方发射烟雾弹，企图干扰纳美小队的行进路线。不过结果让他大为失望，纳美小队和山治小队穿过烟雾，顺利通过一个又一个珊瑚，飞快驶出长珊瑚礁海域。而另一边的波尔奇却不断的原路返回，还没有驶出100米，乌索普直呼牛逼，敌人的船原地徘徊，寸步难行，而我们的船连桨都不用动，自动向前跑，这里面必然大有玄机啊！纳美笑道：“这里是海流迷宫，之前的大漩涡使这片珊瑚礁中产生了连续的小漩涡，因此产生了奇怪的海流。不用看着前面也没有问题，只要把入口的海流弄清楚了，接下来的海流会自动载着船前行。”乌索普激动的大声炫耀：“瞧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航海师的实力！”可是高兴只是暂时的，因为穿过长珊瑚礁地带，前面等着他们的还有长漩涡。乌索普从刚刚的欢呼转为尖叫，纳美喊道：“别慌慌张张的，赶快把你的冲击被拿出来！”乌索普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细心的乌索普怎么可能会有贝壳套装留在梅利号上呢？他只不过是害怕冲击被带来的副作用而不敢使用，所以随便扯了个谎而已。冲击被的反作用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，弄不好胳膊就断了。纳美小队和山治小队随着漩涡转向海底，乌索普被逼无奈使用冲击被，小船立即冲出水面飞了起来。罗宾用果实能力拽着山治的小船一起腾空而起，两艘小艇就这样顺利通过了长夹角。结果空中出现意外，山治小队的船艇坠毁在陆地上，山治和路飞宣告淘汰。波尔奇这边眼看就要输了，鱼人长鼻哥纵身跃入海里，与队伍里另一个存在感非常弱的队员翠翠莎一路配合，拉着船艇强行穿过长珊瑚礁海域。福克西在岸边不断的出招干扰，不过他想到的招式都比较弱智，要么随便插个路标指示错误方向，要么就装成病倒的老人在岸边，或者搞个假终点站加以误导。这些低级招式被娜美一一识破。此时已经到了比赛的最后路程，只要穿过前面的竹林就可以到达终点。娜美指挥乌索普打断岸边的竹子，10几根竹竿砸下来，成功砸晕了波尔奇队伍的老司机长皮哥，只剩下翠翠莎还在苦苦支撑。不过纳美小队已经将距离拉开好大一截，这种时候就算是菲尔普斯开着快艇来了也未必能赢。纳美小队已经胜券在握，岸边一个小弟却要对路飞说道：“你太天真了，兄弟，我们的老大正准备出招。”路飞瞥了一眼岸边的福克斯，不屑地说：“这个时候了，他还能做什么？”小弟说：“老大和你一样，也是恶魔果实能力者。”福克西骑着飞仔猩猩赶到终点处，伸出兰花指对着纳美小队使出一招迟钝光线。顾名思义，被这种光线照到后，人就会变得如同0.5倍速的视频一样非常迟钝。因为福克西的作弊行为，波尔奇小队在最后几米的距离穿过红线，反败为胜。福克西是吃了迟钝果实的迟钝人，可以发射迟钝光线。被光线照到后，不管是生物、液体还是气体，都会在保持一定能量的状态下失去一定的物理速度。这种光线的效果大约可以维持30秒，30秒之后被射中的物体就会恢复原状。福克西在比赛前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原来是依仗这迟钝光线的能力。有了这个能力，凡是拼速度的比赛，福克西都可以做手脚，简直不要太方便。就这样，草帽团第一回合战败。按照比赛规则，福克西可以从草帽团任意夺走1名船员。经过深思熟虑，福克西选择了草帽团战斗力爆棚的吉祥物乔巴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乔巴可爱。乔巴坐在椅子上嚎啕大哭，自己是因为路飞一伙才出海做海贼的，生是草帽团的人，死是草帽团的鬼。我是草帽团的船医托尼乔巴。索伦将酒瓶用力捶在地上，嗔喝一声：“别哭哭啼啼的小巴，太丢人了！你要出海就得为自己负责，不管在哪里被干掉，那都是你自己的责任，怪不得别人。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挑战，大家都尽力了。海贼的世界里，没有人会同情这样的眼泪。是男子汉的话，会咬紧牙关看完这场比赛。”乔巴听后大受鼓舞，擦擦眼泪，奶凶的坐在椅子上，就交给你了，把我夺回去。全场因为乔巴的志气大声欢呼。索伦平静地说道：“赶快开始第2回合吧。”真真默默点燃一支烟，还有2场比赛，我们的储备粮，我不仅要赢回来，还要赢更多。此时出现了一个 bug， 乔巴是第2场比赛的出场选手，可是他被夺走了。第2场比赛，草帽团出现了人员空缺，这就是3强争霸赛第1集趣味所在。因为早有规定，比赛的名单一旦确认，不可以进行更改，所以第2回合的比赛，草帽团只能派2个人参加。还没开始，福克西队伍就占了士气加人数的双重优势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没有了乔巴，第2场比赛出场的2个人只剩下索隆和山治。指望他们俩有团队合作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草帽团的前景着实让人担忧。